Answer me! Answer me! Not that I know you all. Azrael. We stand with you, Azrael Blackwood. Good. Then let us prepare for war. 他是被700万网友熬夜狂追的神剧，仅播出1周就打破英国本土5年来最高收视率。据说开播当晚，全国有1/10的人都守在电视机前。它就是由同名小说改编的奇幻大作《黑暗物质3部曲》。至于它为何能如此火爆，就不得不强调剧中的2个重要概念：平行世界和精灵。宇宙里有着无数个平行世界，每个世界都有相似之处，但又完全不同。其中一个世界的人类灵魂都能具现化，分别以各种动物的方式呈现，有猴有豹，还有战斗力最强的披甲熊。在人类还未成年时，精灵的形态可以不停地变换，但等长大之后，精灵的形态就固定下来，不再由人所掌控。可两者之间依旧处于共生关系，只要其中一方死亡，那另一方也会随之消亡。女主莱拉则是这个世界中的一员，她从小就生活在乔丹学院，而这所学院是世上最大最富有的学院，这也导致莱拉从小都过得无忧无虑。直到她12岁那年，叔叔阿斯突然回到学院，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。阿斯回到学院第一件事就召开了学者大会，随后给大家展示了几张照片，这是他在北极拼死拍下的。第一张照片是一个男人牵着小孩，而男人浑身都被光晕环绕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尘埃。台下的学者们神情立马变得严肃，询问他是否还有第2张照片。阿斯快步走到台下，摇动幻灯片，一张美丽的极光照片赫然出现。随着阿斯用特殊手段处理，极光中竟然出现了一座城市，这是另一个他们所不知道的世界。学者们闻言脸色巨变，阿斯的这一发现极有可能给学院带来灭顶之灾，因为他们的世界是被一个教会所统治，而教会为了掌权，一直宣传宇宙中没有其他世界。阿斯这番言论无疑推翻了教会的宣传。就在学者们惊慌不已时，阿斯说出了他这次回来的目的，他想要继续这项研究，所以需要学院给予经费支持。为了学术自由和探索未知，学院同意了他的要求。可他们不知道，这次的会议内容被躲在柜子里的莱拉听得一清二楚。隔天，阿斯就准备乘坐飞艇离开。莱拉知道后恳求叔叔带他一起走，但阿斯知道自己的处境有多危险，他不能也不敢带着莱拉。莱拉只能生气地转头跑开。这时院长找到了他，似乎是知道莱拉心中所想，直言他在乔丹学院的人生是时候结束了。接着掏出一个真理仪，这个东西极为重要，全世界只有6个，它可以解答世界上所有问题。莱拉想知道院长为什么要将它交给自己，但院长没有回答，只是让他保护好自己。得到了重要道具，莱拉随即就准备前往伦敦。她兴奋地跑向飞艇，在舱门关闭的最后一刻赶了上去。而在这里，莱拉碰见了库尔特夫人，她是学院里出了名的探险家，但莱拉不知道这次的相遇会给她带来极大的麻烦。这个女孩趁家里没人，偷偷打开走廊的通风管道，随着精灵变成蝴蝶向上飞去，女孩也跟着深入其中。穿过面前狭长的通道，莱拉溜到了禁地书房，在这里发现了一封教纪委员会的信件。莱拉不明白这代表什么，她继续翻找抽屉，很快便搜出一张实验站图纸，上面描绘出将人类和精灵分开，用铡刀进行切割的场景。还没来得及多想，外面就传来电梯启动的声音，精灵催促她得赶紧离开，因为库尔特夫人回来了。莱拉连忙原路返回，从通风管道爬了出来，刚好在最后1分钟提前回到了房间。库尔特夫人看到她如此乖巧，便一脸欣慰地关上了房门。莱拉也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十分危险，她开始后悔当初提出的借宿要求。当时刚来到伦敦的她人生地疏，面对库尔特夫人的善意，莱拉一脸兴奋地接受，毕竟她从来没有住过如此宽敞的房子，每天大鱼大肉的生活和夫人无微不至的照顾，近乎让莱拉沉迷在此。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库尔特夫人的另一面也逐渐显现，她喜欢改变莱拉，经常让莱拉穿上漂亮裙子，要求她行为举止要优雅得体，可这让她很不习惯。而且最近每天晚上通风管里都有莫名的响声，这让莱拉感到一丝不安。隔天公寓里来了2个自称教会的人，领头的神父来到书房，警告库尔特夫人，如果她做事再这么高调，那么大主教可不会再纵容下去。还没等库尔特夫人做出回应，门外就传来阵阵声响，原来是莱拉在门外偷听被发现。事后他出言教训莱拉，莱拉却出口顶撞他，于是库尔特夫人让精灵攻击莱拉的精灵。随着精灵被按在地上无法动弹，莱拉也痛苦地瘫倒在地。经过这次事件，莱拉也不再信任库尔特夫人，她躲回房间，
向黄金罗盘提出了好几个问题，可罗盘却没有给出任何反应。他失望地甩出罗盘，坐在角落独自哭泣，完全没注意到此时的罗盘正在悄悄转动。之后为了搞清楚真相，莱拉便闯入了书房，而这次的行动更让他坚定了逃跑的决心。很快他就等来了一个机会，库尔特夫人在公寓里举办派对，莱拉则乖巧地端茶倒水。突然一个女记者叫走了他，告诉他库尔特夫人不仅是教纪委员会的成员，更是饕餮组织的负责人。莱拉听后瞪大了眼睛，要知道最近社会上失踪了几十名小孩子，传闻都是被饕餮给抓走的，其中更是有自己的好朋友罗杰。女记者之所以告诉他这些，也是想从莱拉口中套取一些消息。不远处的库尔特夫人看见了这一幕，她支开莱拉，让伯雷单独带走了记者。随后记者就被带到了车上，伯雷随手抓住他的蝴蝶精灵，接着就捏死了他。女记者也随之死去，而莱拉则趁这个间隙偷偷溜出了公寓。注意看这个女孩，她大摇大摆地走过阳台，而旁边的白雕纵身一跃，化作鸽子，着急的模样似乎是在躲避某人。果然，此时的屋内正有一只金丝猴在搜寻女孩。他探出窗外，发现了逃跑的莱拉，望着莱拉跑出了公寓，金丝猴只能无能狂怒，而库尔特夫人也在身后震惊不已。隔天，库尔特夫人就带领一队安保人员闯入乔丹学院，他认为莱拉肯定跑回了学院。在其他人对着学院打砸的同时，库尔特夫人找到了校长，迫于他背后的势力，校长不敢对他撒谎，直言莱拉没有回到学院，但也给他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：莱拉身上带着一块黄金罗盘。库尔特夫人闻言震惊不已，她不敢相信校长竟然将这等神器交给了莱拉，随后便派人扩大搜索范围。而此时的莱拉的确没有在学院，她正坐着快艇前往吉普赛人的据点。原来在逃跑途中，莱拉遇见了曾经的伙伴托尼，两人对彼此的相遇都十分震惊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，都是被库尔特夫人所逼迫在此。原来饕餮组织最近在世界各地掳走了几十名吉普赛小孩，其中不乏有托尼的朋友。之后他们便循着线索来到了伦敦，可几经波折，也只是找到了饕餮废弃的一处据点。之后他们便遇见了逃跑的莱拉，但还没等他板凳坐热乎，头顶上就飞来两架飞艇。莱拉知道他们是冲着自己来的，连忙躲进船舱最深处，同时一大批警察也踏上了小船，不顾吉普赛人的阻拦，直接将几艘船翻了个底朝天。好在莱拉躲藏极深，才逃过一劫。警察走后，莱拉第一时间收拾离开，他知道自己的存在会给吉普赛人带来麻烦。为了让莱拉冷静下来，马吉告诉了他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，其实库尔特夫人是他的母亲，阿斯是他的父亲。至于马吉为什么知道，那是因为阿斯曾把莱拉托付给他照顾过一段时间，但中途他的父母因为一件事而分道扬镳，至此库尔特夫人就再也没见过莱拉，所以他才会想尽办法找到莱拉。得知事情真相后，莱拉也终于冷静了下来。晚上吉普赛人召开大会，目前为止饕餮已经抓走了27名小孩，可他们手上却没有任何线索。这时莱拉站了出来，他曾溜进过库尔特夫人的书房，发现过一张关于北极实验站的图纸，这些孩子们极有可能会被送往北极，但北极地域辽阔，搜寻起来困难重重。大胡子提出向女巫寻求帮助，这是目前他们唯一的希望。于是隔天大家就换乘游轮朝着目的地出发。很快他们就来到了一处村落，这里住着一名女巫代言人，只有靠她才能联系到女巫。原本代言人是不想淌这趟浑水，但在得知莱拉身上有黄金罗盘时，代言人的脸色就变了。特别是在得知莱拉在没有解读书的情况下就能读懂罗盘预言后，代言人的态度发生了改变。他送给莱拉一块云松枝，这是可以联系到女巫的重要戒指。在他们离开前，还提醒了他们一下，他们的任务非常艰巨，最好争取一下披甲熊的帮助。不远处的打铁铺里就有一只，它的情况比较特殊，有几率招揽入队。根据代言人的提示，莱拉找到了披甲熊，但披甲熊拒绝了他们的提议。他现在过得十分落魄，失去了盔甲，已经不再是披甲熊，还得给人类打工才能勉强生活下去。莱拉质问他，难道想像懦夫一样活下去吗？披甲熊死死盯着莱拉。 I am not for sale. 于是莱拉提出一个交易，他帮助披甲熊找到盔甲，等取到盔甲后和自己一起去解救失踪小孩。披甲熊同意了，于是莱拉拿出黄金罗盘，这次罗盘回应了他，说出盔甲被藏到了教堂的地下室里。披甲熊闻言瞬间激动不已，直接撞开铁门向外冲去。这头凶猛的北极熊冲入人类小镇，但它并没有选择伤人，而是闯入了一所教堂。随着一阵嘶吼从里面传来，一名神父从2楼被扔了出来。等北极熊慢慢走出教堂时，他已经穿上了厚厚的铠甲。原来他来自最强战斗种族披甲熊一族。巨大的动静引来了治安官，他带着一批警察持枪等在门外，子弹齐刷刷地射向披甲熊，但却根本打不穿他的铠甲，反而将他给击落。披甲熊轻松地撞飞2名警察，接着一个熊扑扑倒警长。就在他即将踩爆警长时，莱拉突然出现阻止了他。I told you, if I fight,
They die! You owe me a debt. Now you can repay it. Do as I ask. Don't fight these men. 这时李格也上前劝说，大白虽心有不满，但也只能放过警长。接下来他将加入莱拉的团队，一起找回那群失踪的孩子们。这次他们将前往北极深处，去寻找一个名叫站点的地方。失踪的孩子极有可能被关在了那里。隔天，莱拉用黄金罗盘预测关于站点的大致位置。随着罗盘一阵转动，莱拉解读出他提供的信息，但随即罗盘主动给莱拉发出指示，在附近有个村庄，他希望莱拉能主动前往这个地方。于是莱拉找到大白，提出希望他能给自己保驾护航。可身为高傲的披甲熊，怎么可能愿意当牛做马呢？所以大白脱下了铠甲，这样他就仅仅是一只普通的北极熊，莱拉乘坐起来也会十分舒服。一人一熊就这样跟着罗盘的指引奔去，累了就找一处矿洞休息，饿了就掏出早已准备好的食物。大白则自行捕猎充饥。这时莱拉询问起他出现在人类世界的原因，大白落寞地说了起来，他曾经是披甲熊一族的王，坐拥至高权力和无尽财富，只因他失手杀死一只同类，才被同族流放至此。了解了大白的身份背景后，一人一熊再次起身前往目的地。等他们赶到村庄时，天已经黑了，而这里到处都弥漫着一股诡异的气息。莱拉提着油灯缓缓朝着木屋前进，很快便发现了一名奄奄一息的吉普赛小孩。最令人震惊的是，他的身边没有精灵。随后他们连忙赶回了营地，但失去了精灵的人类根本无法救回。当晚那个吉普赛小孩就去世了，吉普赛人给他进行了火葬，发誓要让凶手血债血偿。但大家没想到的是，那群坏人竟然会先一步对他们动手。深夜，一群黑衣人手持武器溜进了营地，莱拉被外面的动静惊醒，刚走出帐篷就看见几具尸体，然后他也被人偷袭了。等他醒来时，已经被带到了一处实验基地。看到莱拉的精灵可以变化形态，他们便意识到莱拉是个合格的实验品，于是他被带到了更衣室。在看到衣柜里的衣服时，他回想起这正是那个吉普赛小孩所穿的衣服，显然这里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站点。很快莱拉就被带到了餐厅，这里关押着许多被抓来的小孩子，他还看见了失踪已久的罗杰，但此时的两人都心照不宣地装作不认识。随即莱拉坐在了罗杰旁边，两人的精灵趁机互通了一下消息。这时负责人走进了餐厅，他们叫走了一个女孩，将她带进了一扇铁门之中。接着里面传来切割的指令声，一声声惨叫传遍了整条通道。莱拉意识到必须尽快逃出去，于是在一次集合点名时，莱拉做出雪球胡乱砸向前面的人。孩子们见状以为是要玩游戏，纷纷开始打起了雪仗，一时间广场上乱作一团。莱拉趁机拉着罗杰跑进了一处通道，可不熟悉地形的两人意外跑到了境地，在这里发现了被切割下来的精灵，失去了主人的他们个个都显得无精打采，而旁边的房间里也关了许多孩子。没有了精灵，他们就像没有灵魂的躯体。很快外面传来了警报声，他们意识到此地不宜久留，连忙悄悄回到了队伍之中。为了逃出这个可怕的地方，莱拉开始不断拉人入伙，试图组织一场反抗斗争。就在这时，两名工作人员走进餐厅，他们要带走莱拉。显然这次切割的试验对象就是莱拉。